本期话题：衣锦还乡的诱惑。有句俗话呀，叫英雄就怕老街坊，意思是说呢，当一个人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啊，功成名就了，就会想要避开那些知道他过去的人，不想让自己当年的一些囧事被人说到，避免呢有损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你看网上有个段子说，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两个人讨论谁地位更高。玉皇大帝说呀，我历经了1750劫，每一劫是129600年。如来呢这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让孙猴子给折腾够呛。玉帝一听很不高兴，赶紧转移话题，说我自己呀掌管三界众生，这些神仙都归我管。结果如来还是那句话，你让孙猴子折腾够呛。结果把玉皇大帝给气的，说你能不提那孙猴子吗？你说你碰上像这样揭你老底儿的人得多讨厌。可是奇怪的是呢，在古代很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啊，明明知道家乡里边有人知道他的黑材料，但还是依然抵挡不住回家的诱惑，非要回去溜上一圈，让自己衣锦还乡。那么古人如此执着于衣锦还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战国策里边有一则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个中学语文课本里也有，相信大家都读过。那里边呢不断的恭维邹忌那个人呢，他出于目的不同，是分成三类，一类是爱邹忌的，一类是怕邹忌的，还有一类想求邹忌的。那同样的道理对应衣锦还乡的这些人也适用。这些人有爱家乡的，有恨家乡的，还有求于家乡的。咱们先说这第一种，真心热爱家乡。这个呢很容易理解，在这些人看来呢，这个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啊，家乡月亮都比别的地方圆。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希望能够荣归故里。而衣锦还乡一个词儿呢，就是源自于一个对家乡充满着无限热爱的人，谁呢？西楚霸王项羽。甚至呢是他最后败给了刘邦，也跟他这热爱家乡的心情脱不了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史记里边明确记载了项羽热爱家乡的两件事，都或多或少的阻挠了他的争霸之路。一件事是呢火烧秦宫，另一件事就是乌江自刎。咱先说第一件事，火烧秦宫。史记里边记载说这个项羽呢是遂屠咸阳，烧其宫室，就是他屠戮了咸阳百姓，还一把火烧了秦国宫殿。其实所说项羽火烧阿房宫那是后人杜撰的，没这回事。但是烧秦宫却实有其事。鸿门宴结束之后呢，项羽占据咸阳之后他手下就有人劝他说，关中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罢。说关中这地方好，易守难攻，而且土地肥沃，建议项羽在这里把它当作都城，可以成就霸业。没想到被项羽拒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意思就是我今天取得成就了，我要不回家乡转一圈，就如同穿件漂亮的衣服晚上走道，谁知道呢？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项羽刚占据了咸阳就干出了屠城放火这事儿，就他压根没打算在这地方待，他就光顾着荣归故里了。他没有意识到秦朝虽灭，但诸侯仍然虎视眈眈，天下随时可以重新洗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呢急于衣锦还乡，那大伙儿都是明白人，这肯定是错失良机的决定。果不其然，他前脚衣锦还乡，刘邦后脚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是个一下子治下三秦，跟他争天下。最关键呢，最后还把他打败了。所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乌江自刎，说怎么跟热爱家乡扯上关系呢？要知道一个人的性格不会轻易改变。我们了解项羽呢是个宁折不弯的倔脾气，他肯定要跟刘邦死磕到底。那怎么就甘心把天下拱手让出去，就在乌江自刎呢？要知道他前面可是干出个破釜沉舟这种事儿。所以他在垓下兵败之后呢，项羽没有就地等死，他是带兵突围的，一路向东逃跑，其实目的就想要渡过乌江回老家，然后一图东山再起。可为什么等他到了乌江之后没选择渡江，选择自杀了呢？这事坏就坏在来救项羽的渡江这个乌江亭长嘴贱，他说了一句话，说大王，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一族亡也，愿大王嫉妒。就是说江东地方虽然小，但是呢也不少人呢，几十万人呢，也可以在这称王称霸，
说大王你赶紧渡江。这一句话呢，让项羽认清了现实。江东总共方圆千里那么大点地，人口几十万，那实力显然比不过现在刘邦。对刘邦而言呢，项羽要是不死，他肯定连觉都睡不好。而项羽要是渡江回江东，江东勇士肯定会支持他，那就免不了又来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而此时刘邦的实力项羽最清楚。他知道现在已经打不过刘邦了，既然失败是注定了，又何必把战火引到自己家乡连累乡亲？所以项羽自刎前才会说出这么句话，说且急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这急是谁？项籍，项籍就是项羽他说且急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临而亡我，如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就是8000子弟跟我渡江到这边来打仗，现在就我一人回去，那些全死了，我有什么面目见江东父老？他们就可怜我，拿我当大王，我也没脸见他们。就他们不吱声，我难道心里不有愧吗？所以正是项羽对家乡的爱胜过了爱他自己的生命和事业，最终他选择自杀。所以说项羽大多数行为受人诟病，他性格也有问题，但是他对家乡这份热爱值得我们钦佩。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李清照会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所以这是我们说衣锦还乡的第一种，就真心的热爱家乡。另外有一些人呢，是和故乡感情不好，他恨家乡，他要衣锦还乡。他们对家乡不仅没有爱，而且还对家乡抱有强烈的负面情绪。这类人呢，年幼时多半过得很艰辛，由于各种原因呢，或者因为性格，或者因为家庭，导致呢他被故乡的亲友嘲笑，被同乡欺负。说难听点，除了一条命，基本没在老家得过什么好处。可是有那么句话宁欺负老的，别欺负小的。你欺负老的，过2天他没了；你欺负小的，他有成长的一天呢。等到这些人在外面拼搏熬出头之后，再回想曾经在故乡遭遇，他肯定有种报复心理说当年我离开是像条狗一样，现在我发达了，功成名就了，我再回来瞧瞧当年那些盛气凌人的老乡，嘿嘿，你们还不得给我端茶倒水，点烟敬酒那心里就别提多痛快了。所以衣锦还乡，他是带着报复心的。你包括咱们听那个李晨唱那歌，说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什么窗上的影子多么可爱，默默地跟随你这么多年，什么想起了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什么今夜我就要离开，有朝一日我荣归故里，再到窗外诉说情怀，说如果我不能够在衣锦回乡，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你别看说的是感情，其实他如果要是混好了再回来找当年的心里爱慕的女孩，他一定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带点报复式的快感，这是人之常情。你看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就战国时期呢，有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促成6国合纵抗秦，身配6国相印，纵横家苏秦。这个苏秦呢，他早期特别惨，他呢败在鬼谷子门下呢，后来是出徒了之后呢，他没有马上受到重用，他去了好几个国家游说都被拒绝了。他开始呢不是搞合纵，他想玩连横，结果被秦惠王拒绝之后呢，身上钱也花差不多了，没办法，只能先回老家洛阳休养一段时间。等苏秦进家门的时候呢，兜里没钱，身上穿的破破烂烂，整个人跟要饭的差不多少。所以到家之后呢，家里人对他特别冷漠。你个穷酸书生，折腾这么久一事无成，瞧不起他。他嫂子做饭呢都不给他留，父母也不怎么愿意搭理他。就连他老婆看他也是爱理不理的，在织布机上忙自己的。你说古代那女人地位比较低，要是媳妇嫂子都不理他，你想这就是他混得极惨。包括过年的时候呢，他跟媳妇俩给父母敬酒，他哥哥嫂子都敬完了，父母说好酒，到他这把酒吐地上，说这酒酸的。苏秦说我哥哥嫂子敬就好，到我就是酸的。他父亲说呸，你这背时之人，酒过了你手也是酸的。所以苏秦呢在家乡那受了老大委屈了，他家人都这样，你想乡亲一定也看不起他。所以苏秦说了一句，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此皆秦之罪也。说这就我自己混的不行，谁也别怨。所以他闭关的苦心研究合纵之术，再次出山之后一鸣惊人，促成6国合纵抗秦，自己身配6国相印。所以他说了一句挺励志的话，假使我在洛阳有2顷田，
安能配6国相印？就说我要在老家要混得好，也像我哥哥那样有2顷田，我上哪儿配6国相印去？所以苏秦呢，他决定衣锦还乡。结果回家的时候还没等到村口呢，村里人乌泱乌泱涌上来，场面相当壮观。所有人对苏秦呢大加称赞，那点好词都用上了，连苏秦的父母、嫂子和媳妇儿也在这群人里边。苏秦呢对着很热情的人群问句话，说10年前我回家，你恨不得把我赶出去，怎么今天这么隆重接待我吗？苏秦的嫂子回答说：以继子之位尊而多金呐，说这你现在有权有势还有钱呢。所以苏秦一看，这嫂夫人和前倨儿后恭也，你怎么原来对我那样，现在对我这么恭敬？原来就是因为我位尊而多金，这个人呐真势利。苏秦就仰天长叹，这人混不出个人样，连爹妈都不肯认你啊！一旦升官发财，一切都不一样，荣华富贵果然不是件稀里糊涂的小事啊！所以这就后来那句成语前倨后恭。所以除了苏秦以外呢，很多古人也有类似经历。你比方说朱元璋，小时候家里遭遇大难，父母兄长都死了，他去找一个叫刘德的地主求情，希望呢能帮他安葬一下他自己家人。结果呢没答应，反而被这刘德羞辱一顿，说他没资格跟自己谈话，把他给赶出去了。后来朱元璋当着皇上呢，回到家乡特意派人把这地主刘德给找来，当着刘德面问他说：你现在觉得我有没有资格跟你说话呀？差点把刘德给吓死了。朱元璋一看地主这怂样，心里怨气就消了，非但没有惩罚他，还多赏了他30亩地，免除他10年赋税，一边证明自己出了气了，一边还赢得美名。所以这衣锦还乡的第二类人，衣锦还乡对他的诱惑呢，是家乡的恨大于爱，到这来是为出气来。所以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里边，这个衣锦还乡是为了出口恶气的这个比率要高于真心热爱家乡。那么爱家乡恨家乡咱都说完了，剩下最后一种人，有求于家乡。这类人最特殊，他们对家乡态度跟个人感情没啥关系，他们回不回家乡全在家乡能给他创造多少价值上。利用家乡的价值，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大有人在。三国时期的曹操，大伙都知道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之后啊，号召各路诸侯讨伐董卓，18路诸侯讨董卓。有一点呢可能你没注意，就是曹操回家。书上记载曹操逃走之后呢，接着就在陈留起兵了。可是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曹操当时逃出去时候是孤身一人，等他跟诸侯会合讨董卓的时候，身边就多了一帮猛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这些都是他本家呀。咱也知道曹操原来本姓夏侯嘛，那这些人打哪儿来呢？毫无疑问是曹操从老家呀沛国谯县找来。谯县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安徽亳州。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曹操老乡，跟他沾亲带故。从这里可以看出呢，曹操肯定回了趟家，而曹操回乡的目的呢，肯定不是热爱家乡，也肯定不是回去要出口恶气，他就是冲着家乡曹氏跟夏侯氏一族去的，把这些人找来呀，让他们辅佐自己打天下。所以最后这一类人呢，是这个3类人当中最现实的。尽管他们对于家乡只为了利益，可就是因为能够尝到甜头，往往表现的会比第一类人还要热爱，哪怕当年受了无数白眼。所以时至今日也有这样的人，回到老家要能占到家乡一些便宜，对自己有利，他哪怕多恨家乡的人，他也会振臂高呼，对着媒体喊：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家。所以你古往今来，你看爱家乡、恨家乡、有求于家乡，这恰恰是衣锦还乡的3大诱惑。主动迁都与被动迁都。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平王东迁、孝文迁都、永乐迁都等等。就是时至今日，有关于中国的首都北京啊，要不要迁都的一些议论和争议，也经常呢会在媒体里边有所发酵。所以就说对于迁都来说呢，虽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极为敏感的一个话题，但依然是呢大家比较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迁都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条件多种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迁都案例当中呢，有的因素凸显，有的因素就不那么突出。但是呢，迁都从来不是嘴上说说就算了，需要考虑的问题极其复杂。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国都的选址与建造都很重视，一旦确定了就不再轻言迁都。因此呢，无论是被迫迁都还是主动迁都，统治者常常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这也考验他们的勇气和智慧。那么古代帝王迁都出于什么原因呢？主动迁都和被动迁都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咱们今天老梁通史就给大伙说说迁都这回事。首先呢，咱们说说由于一些不可抗的外力，比如受地理条件制约和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导致迁都的王朝。在古代呢，面对自然灾害，王朝一般来说都是束手无策的，尤其是当首都地理位置不佳，灾害频发已经威胁到统治安定时，迁都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远古时候的商朝就是个典型。我说商朝最有名的迁都叫盘庚迁殷，殷是哪儿呢？就现在河南安阳。商朝一直饱受水患之苦，在盘庚之前呢，曾经5次迁都，但一直都没能摆脱这个问题，安定下来。当时商朝的有效统治疆域是在今天的河南，还有山东的西部，河北的南部这一带。它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遍布，虽然说土地肥沃，但因为地势低洼呢，极容易发生水灾，所以当黄河汛期到的时候呢，基本是洪水肆虐，无法居住。这样呢，平民百姓损失惨重，也使得都城呢经常处在被淹没的危险当中。除此之外呢，商朝前期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四方之民，过分强调都城必须建立在国土中间的位置。这样一来呢，你在中间反而容易遭受四面八方部落的袭击，再加上商朝所处的中原地带缺乏险要的地势作为屏障和依托，来抵御呢外敌的袭击，这也是商朝当时5次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到了第6次迁都，盘庚继位了，他把迁都当成重要的头等大事，说咱不能随便迁，要迁就得看准了。他最终选择殷作为新都。殷都呢就河南安阳，它的离黄河的这个河岸口大概有40里地，地势相对比较高，不容易被水患侵袭，而且土质肥沃，适合搞原始的水利灌溉。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地方地势险峻，是战略要地。盘庚就以引水修筑了巨大的壕沟，这样既做到防守稳固，又避免了灾害性的水害发生。在当时呢，殷都可谓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国都之地，可以说盘庚选这块地是眼光独到。除此之外呢，盘庚也非常有魄力跟手腕，想要迁都的统治者常常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虽然是迫于天灾跟地势问题，但是主动提出迁都的盘庚呢，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你想要说服那些久居旧都的贵族重臣和老百姓把国都都搬过去，绝非易事。盘庚怎么办呢？他首先召集有关臣民和部分贵族重臣三番五次训话，以先王一命为号召，声称说是如果你们心存破坏迁都计划的想法，先王会在天堂告诉你们的先人，让他们抛弃你们。后来呢，又采用一些迷信洗脑的手段，让一些这个巫师卦师说确定迁都是天意，不可违。除此之外呢，盘庚还亲自率领臣民修建新都内的宫室和居所，亲自去挖壕沟筑城池，许诺你跟随我迁都的臣民，就是我带领你们迁徙，我就给你们建立一个永久的家园。所以盘庚在保障随迁贵族、百官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无忧之外呢，对那些破坏迁都不愿走的人，盘庚是毫不留情，这样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所以这样的话就解决了隐藏着的政治风险。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格局当中呢，盘庚恩威并施，运用政治手腕完成了决定商朝命运的迁都之举。所以从盘庚一直到商朝被灭，到商纣王那儿，数十代商王都居住在殷都，再也没有迁过都。由此可见呢，盘庚动迁都念头虽然是迫于天灾的无奈之举被动迁都，但是他展示出来的决心和手腕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跟勇气。所以这是我们说自然灾害。那么人类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会选择规避。同样在外敌来袭、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王朝也会选择妥协退让，避其锋芒。你看三国时候关羽水淹七军，直逼曹操都城许昌，为避锋芒，有人建议曹操迁都。
明朝说瓦剌入侵夺走了皇帝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也有人建议迁都，但这2次呢都没有迁成，因为迁都呢会动摇国本，会引起军民惶恐，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呢，有的时候出于多方面考虑，统治者还是会选择在外敌入侵面前迁都。你比方说周王朝的平王迁都就是个例子，从周平王开始，由西周进入到东周。一提周平王呢，咱就得提他那个很坑他的老爹周幽王。周幽王有名的是保四烽火戏诸侯嘛，但其实历史上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烽火戏诸侯，就是哪有你点一把火，诸侯很快就聚集到底下的，他怎么都得走至少半天到1天以上。所以烽火戏诸侯呢，只是用来说明周幽王不理朝纲属于荒淫无道的皇帝。那么这个周幽王确实是这样，他当时废掉了太子周平王和他的母亲。后来周平王的外公不乐意了，联络少数民族犬戎来攻打幽王。结果这个时候周幽王就这么被干掉了，周平王顺利继承了王位，继承西周大统。但是继位后呢，他决定把首都就迁到了现在的洛邑。原来的首都呢在这镐京，就是今天陕西西安一带。洛邑哪儿呢，就到了洛阳一带。那么从周武王呢夺取这个商朝政权，一直到周幽王身死国灭280多年来呢，西周王朝一直是以镐京为首都。那周平王为什么要废弃营建280多年的镐京，把首都迁到了800多里外的洛邑呢？这其实跟讨伐周幽王的同盟犬戎有关。当初为了顺利继位呢，周平王请了饿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队攻入镐京以后，大肆烧杀掳掠，搞得镐京一片狼藉，几乎成了废墟。按照计划呢，这些犬戎人杀死周幽王，再抢了一把之后就该撤退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经过这次事件呢，熟悉了镐京附近的环境，而且也对镐京财富上了瘾，隔三差五就会有小规模部队进入镐京寻找发财机会，四处抢掠生事，滋扰百姓。那么刚刚坐稳王位的周平王心想，我惹不起你，我总躲得起吧。他心一横，决定撤。于是迁都呢被周平王提上议程。一开始肯定受到当时贵族和重臣的反对，然而平王自己根本没有信心留在镐京和外敌抗衡，再加上都城也被犬戎毁得差不多了。于是呢，他率领周王室人员很快就跑到了新的都城洛邑。但这次迁都就是周王室噩梦的开始，因为平王迁都并没有迁走镐京的百姓，致使无辜百姓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再一个，周平王在洛邑建都的时候呢，必须得依靠诸侯的力量，这样让诸侯得到太多权力，从此周朝就开始落入诸侯的掌控中。就西周变东周之后，周王朝开始衰落，然后各个诸侯国轮流的称霸，这才开始了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周平王这一次无奈之下的迁都举动，被动迁都，没有给自己赢得一番新天地，反而导致周王朝走向覆灭。这就我们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真面临着外敌入侵呢，你单纯的躲，越躲越容易出事。即使外敌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自己这通折腾奔走逃亡，也会使一个王朝很迅速的走向衰落。咱们前面给大伙分析了受生存环境战争环境的影响，不得不迁都的2种情况，这为被动迁都。那接下来咱们说说主动迁都。历史上众多帝王经常选择主动迁都的方式。主动迁都呢，往往是想要进行改革，而旧都城的氛围呢保守沉闷，不利于吐故纳新。在这方面呢，做的比较典型的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立国之后呢，不断征战，虽然实现了北方的局部统一，但是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膜。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汉人是不服鲜卑人统治的，而鲜卑人当时没有实现汉化，所以这个时候从政治上来说，孝文帝为了摆脱北魏首都平城地区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他们对改革形成了很大阻力。为了削弱这些人对政治影响力，来实现鲜卑族的全面汉化，尽快摆脱呢以已故的冯太后为代表的那个鲜卑贵族的影响。虽然冯太后死了，但是他的势力非常大，所以这时候孝文帝想到了迁都。从文化上讲呢，
孝文帝知道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文化冲突，他想让自己的统治稳固下来，达到长治久安目的，必须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吐故纳新。所以对落后的鲜卑民族的旧俗要进行彻底改革。但是改革十分不容易，当时在北魏的首都平城，就现在山西大同，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是很大的，不仅在政治上扯孝文帝后腿，对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更是非常抗拒，执意坚持鲜卑的旧礼俗。孝文帝知道这要是在平城推进这个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经过苦思冥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迁都。当时北魏这个首都平城，就今天的大同，那个时候相对落后，洛阳呢才是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洛阳就成了孝文帝迁都的首选之地。但是孝文帝知道，如果贸然提出迁都洛阳，肯定会遭到所有保守势力反对，他就想了一个很狡猾的主意。有一天呢，孝文帝在上朝的时候提出要攻打南方，这不南北朝吗？他们是北朝，攻打南朝啊，派大量的军队南伐，要统一中国。很多大臣当然就反对，说咱现在没那么大的实力。孝文帝看到这个情况，就故意装出一副活不吝的样啊，这国家是我的国家，我要实现统一，你们要阻止我用兵，阻止我建立铅球工业吗？孝文帝就把自己弄得油盐不进，谁劝也不听，执意要出兵。其实他就是想借着攻打南方的由头，把官员和百姓迁都到洛阳。所以孝文帝算准了日子，亲自带领着部队，几乎倾国的力量，30多万人，从现在大同出发，一直往南边走。当大军到达洛阳的时候呢，他算好了日子，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当地的雨季，每天大雨下个不停，道路很泥泞，这个军队往前走啊非常困难。可是孝文帝呢，没让部队停下来，给我接着走，让部队继续前进。这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太遭罪了，就很多大臣出来劝说阻止。孝文帝对这些大臣说我们这么多人南下出征，你说半道就停了，这不让人笑话吗？啊，你们是让我不仁不义吗？那咱们这次行动总要有一些收获吧，如果咱们要停在这儿，那这么的吧，不如干脆把都城迁到洛阳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不同意也好，那咱就接着往南打，冒雨前进。这些王公大臣当然都不愿意迁都洛阳，但是他们害怕呀，继续南伐。这个南迁跟南伐比起来呀，他们更加不愿意南伐，认为南伐风险更大，所以大臣也不敢再说啥了。不同意迁都就得接着往前打呀，怎么办呢？只能高呼万岁。所以孝文帝一手导演的迁都大计一举搞定了。那么在历史上啊，像孝文帝这样为了进行改革，摆脱旧势力在国都中影响而迁都的统治者呀，还很多。你比方当初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他迁都咸阳，很大程度也是这个原因。而孝文帝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一次迁都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改革，还因为积极学习融入汉文化，带来一次真正的民族融合。所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其中孝文帝的贡献是最大的。当然他是为了摆脱旧贵族的这种牵制，这个政治智慧啊，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中汲取了养料。你包括国外哈萨克斯坦把这个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走，其实也是为了解决改革当中旧势力的阻挠问题。所以这个主动迁都啊，很需要政治智慧。那么孝文帝迁都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完成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也是很多统治者决定主动迁都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经济问题。北魏的旧都城啊，这平城就大同，土地贫瘠，虽然农业上有所发展，但粮食产量远远不够军队，也不能够满足都城人口的需求。再加上大同一带呢，没有水陆漕运之便，从外面运粮食非常困难。要解决粮食问题，就需要迁到农业发达、运输方便的地方。那么从经济上看呢，洛阳最为繁华，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更使得洛阳在这个基础上更加繁华，经济遥遥领先。而且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运，都十分便捷。这应该也是孝文帝迁都的一大原因。那么从古至今，迁都洛阳的政权很多。你比方说武则天在登上皇位之后，就把政权从长安迁到洛阳。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政治首都，但实际情况确实有所出入。就是在长安是100%是都城的时候，洛阳的影响力依然很巨大。因为当时长安城的人口呢达到了80万到100万，这么高的人口数量，那么粮食供给的压力非常大。而长安的粮食主要依靠关中平原，
关中虽然是很富庶，但毕竟狭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胀，超出它承载能力，就可能遇到粮食饥荒，尤其是出现灾年的时候。那么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呢，朝廷不得不从产量比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呢，也经常会出现粮食短缺现象。《旧唐书》里边记载呢，景禄3年，关中饥，斗米100钱。就是那一年呢，因为缺粮，导致饥荒横行，米价大涨。那么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呢，唐朝的皇帝经常带着长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阳，以至于唐中宗李显呢戏称自己为逐粮天子。唐朝开国100余年时间里呢，皇帝待在洛阳的时间竟然有50多年。久而久之，有一些皇帝干脆不回长安了，直接在洛阳办公。武则天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就如此。那么武则天呢，待在洛阳时间呢，更是长达40余年。武士呢，既然在洛阳扎下了根，也明白洛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方面优势，他继位之后改朝换代变成大周，自然也要以洛阳为都。于是武则天时期呢，在政治形势上和经济形势上就做了迁都洛阳的选择。他绝对不是单纯出于自己方便荒淫享乐。武则天迁都呢，既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那么古代交通条件下呢，大规模长距离的物资运输它得是以水运最为便宜方便。那么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发挥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呢，运河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京师各种物资需求，保障经济安全，使中央政府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呢，有运河漕运的坚强保障，国都的确定和变迁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限制。由此可见，武则天迁都洛阳，它是具有长远眼光和积极意义的。最后呢，我跟大伙说说，统治者还会出于一种原因选择迁都，那就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因为在封建社会呢，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不可能长期脱离，所以国都一定会随着政治和军事中心的转移而进行迁移。你看明朝初年，朱元璋本来把首都定在南京，但是呢，当他的4儿子朱棣取代了建文帝成为皇帝之后，他正式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朱棣迁都北京原因很多有人说那朱棣原来被封为燕王，本来他的老巢就在北京，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这个迁都北京首先可以摆脱南京反对派旧臣的牵制，因为他是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得政权的。那些南京旧臣呢，对他不是怎么服气，所以他迁都北京呢，首先在政治上摆脱这些人，再一个北京从地势上呢更加易守难攻。那么有一条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出于国防的因素，他要把政治和军事中心转移到北方。首先朱棣呢，主要的驻地他就是北京，他在北京发展了很长时间，对整个北方他了如指掌，而且他的军队势力都在北方，所以迁都北京之后呢，能让他更安心坐在抢来的王位上。当时明朝除了复杂的内部矛盾以外呢，边疆安宁、国家统一是主要矛盾，这也是朱棣一生追求的事业。当时大明的北方遭到鞑靼和瓦剌的要挟和骚扰，北京呢是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你在这里囤积重兵把守，如果首都在南京，远离北方边境，那么朱棣为了北方边疆的军事防卫，就需要把军权交给其他人。众所周知，朱棣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要他把军权再交给别人，那肯定不干呢。他把首都迁到北京，就可以自己直接掌握重兵，达到天子守国门的效果。这样迁都北京呢，不仅能体现天子戍边的政策，更能让人心聚集，百姓更支持他。因为毕竟朱棣是靠夺权篡位当上皇帝的，他借此呢可以树立一个高大上的形象，既稳定人心又平静北方，可以说一举两得。所以从迁都这个事儿上呢，我们能看出朱棣呢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迁都北京虽然是为了戍边，但是他在北京发展多年，了解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所以他也想呢，有朝一日呢，突破长城，向北打，再把大明的天下拓展的更大。所以朱棣定都北京，不仅是出于安定疆土的需要，也是想为日后抵抗外族、扩大疆土打下基础。所以以武治边，天子戍边，这可以说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正是有把国都呢置于边患之上，朱棣才凝聚力量，赢得民心，坐稳皇位，开创了永乐盛世。所以从朱棣之后呢，
你看这个历代的皇帝，都定都于北京，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所以咱们今天说了中国古代首都迁移的几种原因，其实迁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里面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条件多方面考量。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迁都的案例呢，他们绝不仅仅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某个原因，只不过综合考虑起来呢，某个原因占的比重比较大而已。所以迁都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迁都更加能体现出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和他的通盘考量。